2006年12月30日，一代枭雄萨达姆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被执行绞刑处死。事实上，只要当年萨达姆像斯诺登一样到他国寻求政治避难，以他的身份是可以完全避免这种结局的。可他最后却选择留在家乡做困愁城，最终沦为了美国的瓮中之鳖。至今仍有许多人不明白萨达姆为什么会选择这种下策。萨达姆跟美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他刚参加革命的时候。萨达姆出生于伊拉克北部沙漠地区提克里特的一个底层部落家庭。萨达姆年幼时就被父母所抛弃，是他的叔叔易卜拉欣把他一手养大。易卜拉欣是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信徒，这种人既痛恨列强对自己国家的殖民统治，同时也极端反感共产主义思想。萨达姆受他叔叔的影响，从小就继承了这种既进步又反动的矛盾思想。当时萨达姆有一个亲戚信奉共产主义，萨达姆却仅仅因为政见不合，就丝毫不顾念情分将他开枪射杀。二战结束后，民族主义思想大行其道，当时阿拉伯世界流行一种泛阿拉伯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认为阿拉伯人同文同种就应该抛弃国别之见，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才能不被列强欺负。泛阿拉伯主义者遍布中东诸国，他们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政党，叫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其带头大哥就是当时阿拉伯世界的英雄，成功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从列强手里收回苏伊士运河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当时阿拉伯人对纳赛尔推崇备至，只要纳赛尔发表演讲，人民恨不得把耳朵长在收音机里。萨达姆就是纳赛尔的忠实铁粉之一。1955年，在叔叔的举荐下，他成功加入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中东这地方早先是大英帝国的半殖民地，二战结束后英国衰落，美苏两国各展神通，分割英国在这里的势力范围。对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双方也是竞相拉拢。当时美国中情局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联手，在中东各国设立了很多特工训练营，帮他们推翻各国的亲英政权。萨达姆刚进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时候，就被安排在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接受秘密训练。可惜的是，他出师的时候，伊拉克亲英政权费萨尔王朝已经被苏联扶持起来的民族主义者卡塞姆推翻，成立了伊拉克共和国。这个卡塞姆虽然是个民族主义者，但却是个伊拉克民族主义者，特别反感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倡导的泛阿拉伯主义。不仅如此，他还特别的亲苏亲共，一上来就退出了美国倡导的巴格达条约组织。战后，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广北大西洋公约模式。鲜为人知的是，美国除了在欧洲成立北约之外，还成立了东亚小北约、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及这个中东小北约、巴格达条约组织。只是后两者的推行都没有北约那么成功。而巴格达条约组织崩溃，就是从卡塞姆这里开始的。美国简直恨不得使其肉禽其皮。为了除掉他，美国中情局在中东到处物色杀手，想要暗杀卡塞姆。而萨达姆这个极端反共的泛阿拉伯主义者，毫无疑问就是最好的人选。1959年10月7日，萨达姆带领复兴党的暗杀小组对卡塞姆发动袭击，结果误中副车，干掉了卡塞姆的司机。卡塞姆只是手臂受伤，逃过了一劫。据萨达姆所说，是因为他开枪的时候手抖了一下打偏了。在这次行动中，萨达姆被卡塞姆的卫队打中双腿，来不及逃跑就被扔进了大牢。按理说，萨达姆整这么一出肯定要去吃花生米，没想到中情局不舍得放弃他这颗过河卒子，动用在伊拉克的关系贿赂看管官员，帮他成功越狱。萨达姆游泳渡过底格里斯河，逃回埃及，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有了这笔辉煌的革命资历，从此以后，萨达姆这个马前卒真正实现了小卒过河，跻身复兴党上层，再也不用去干那种风险极高的任务了。1963年，复兴党发动政变，干掉了卡塞姆。当时伊拉克的二把手就是萨达姆的舅舅贝克尔。得益于这层关系，萨达姆很快就被运作回国，担任农业部高官。可复兴党毕竟是第一次执政，由于缺乏经验，弄得一塌糊涂。卡塞姆的徒子徒孙趁机发起了反攻，打算赶走复兴党。萨达姆腿脚不利索，又一次被扔进了大牢。这次还是中情局出手，救了他一条小命。据说中情局之所以这么看重他，是因为当初在训练营的时候，萨达姆向美国人展露了自己的野心，
并许诺日后得势之后会为美国马首是瞻。1968年，复兴党再次发动政变，推翻了伊拉克共和国。革命成功后，贝尔克当了新政府的一把手，靠着这层关系，萨达姆成了新政府的二把手，掌管着国家的军队和情报机关。当时复兴党的带头大哥纳赛尔已经驾鹤西去，新继任的埃及总统萨达特不能服众，各国的复兴党首脑开始争权夺利，各行其道。萨达姆也从这时候开始经营自己的私人力量，在这过程中，中情局又是提供资金又是提供情报，可谓助力不小啊。这时候舅舅贝尔克又给他送来了一发神助攻。众所周知，伊拉克是个石油大国，国家收入大半依赖石油，可是当时伊拉克石油公司却被美国资本所控制。贝尔克想要国有化石油公司，又怕惹恼美国人，就把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扔给了萨达姆。萨达姆虽然心里叫苦，但也只好硬着头皮推行。没想到的是，老天爷在这时候拉了他一把。当时恰逢第4次中东战争，由于美国在这次战争中明目张胆地跟阿拉伯世界作对，欧佩克联手发动了对西方的石油禁运，美国正为这事忙得焦头烂额，以至于根本没精力搭理萨达姆干的这事。石油国有化之后，萨达姆趁机安插亲信，掌控了国家财权，彻底把贝尔克架空，并于1979年成功夺得了伊拉克大权。记得登基当天，萨达姆在庆功晚会上搂着伊拉克中情局负责人，当众宣传以后伊拉克就是美国最值得依靠的朋友了。不久之后，伊拉克邻居伊朗发生了一件大事，让美伊关系直接更上一层楼。1979年，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束，石油价格暴跌，伊朗国内矛盾丛生，民众发动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伊朗的丢失让美国人惊怒交加，新上台的里根总统憋着一股火，想要重新夺回这块战略要地。当时美国刚刚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抽身，国内反战民意高涨，不允许再介入一场区域冲突之中，所以只能寻求扶持萨达姆来打这场代理人战争。而萨达姆那边正好有这一方面的需求。历史上伊朗和伊拉克曾长期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但凡伊朗高原崛起强权，必然西夏吞并伊拉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两国在宗教信仰方面高度雷同，都是信奉什叶派为主，而萨达姆为首的复兴党统治者却偏偏都是逊尼派教徒。更糟心的是，伊朗那边的新政权就是以什叶派信仰为意识形态建立的，而且伊朗当家人霍梅尼当年在伊拉克避难的时候，萨达姆就曾害怕他宗教影响力太大驱逐过人家，两人这关系怕是很难善了。1980年，萨达姆主动出击单方面挑起两伊战争，他本想趁着人家根基未稳趁火打劫，结果没想到反而引得人家同仇敌忾。伊朗军队气势如虹，一度差点反攻到了伊拉克本土。美国一看伊拉克偷鸡不成蚀把米，赶紧大把大把的给他投喂，这才堪堪稳住了阵线。对了，美国投喂给伊拉克的物资中就包括了他们后来所宣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两伊战争打了8年，双方都打得元气大伤。战争期间，伊朗玩命袭击伊拉克的油田，导致伊拉克的石油出口几乎中断，而他的石油份额也被沙特跟科威特瓜分。那几年，萨达姆全靠美元和借债过日子。战争结束后，一直支持伊拉克的里根总统刚好下台，接班的是老布什。老布什一看伊拉克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果断暴露真实嘴脸，任其自生自灭。萨达姆这个气呀，他一怒之下竟然投靠了美国的老对头苏联。可那是1989年啊，当时苏联都得靠着西方贷款过日子呢，他能帮你什么呀？从苏联那里圈不到钱，萨达姆便把主意打到了沙特跟科威特身上。你们两个占了这么多年的便宜，是不是该把我的份额吐出来了？以伊拉克的家底，只要拿回份额后勒紧裤腰带过个几年苦日子，这债说不定就还清了。可沙特跟科威特却不愿意把吃到嘴里的肉吐出来，非但不吐，还死命增产打压石油价格，这是不给活路了。走投无路的萨达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于1990年对最大的债主科威特发起进攻。这种擅自吞灭一个国家的行为，那是对国际秩序赤裸裸的挑衅啊！当时苏联已经是虽生犹死，美国一强独霸已经成为事实，
新的国际秩序呼之欲出，正缺一个祭品献祭的。对于这个送上门的牺牲品，老布什自然是却之不恭。本来美国收拾伊拉克就跟杀鸡一样简单，可为了把架子摆足，偏偏费时费力纠集40国联军吊民伐罪。萨达姆自是带甲100万，号称世界第3军事强国，以为美国根本不能拿他怎么样。结果美国用信息化战争给他狠狠递上了一节现代军事课。仅仅100个小时，伊拉克所谓的100万大军在信息化部队的降维打击之下就土崩瓦解了。萨达姆只得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立威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就高抬贵手地放了他一马。可不自量力的萨达姆却从此恨上了美国，尤其是老布什。1993年，老布什卸任后，科威特邀请大恩人到国内访问，这无疑是往萨达姆伤口上撒盐。气不过的萨达姆派了个人肉炸弹前去袭击老布什，结果被中情局破获。这下萨达姆可跟布什家族结下大梁子了。老布什当众放狠话，我心中对他除了恨没有别的，萨达姆必须死。2001年，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接班后，萨达姆慌得一批。慌乱之下，失去分寸的他又出了一记昏招。苏联解体后，欧洲成了最大的获益者，靠着吞噬苏联遗产，他们在1993年成立了欧盟。1999年又推出欧元跟美元的分庭抗礼，一时间还真有点当年美苏2分天下的模样了。萨达姆为了向欧盟靠拢，于2002年宣布，以后伊拉克的石油贸易都得用欧元结算。这简直是坟头蹦迪，灵车漂移啊！你也不去调查一下欧洲人都是什么成色，居然就把身家性命压到他们的身上。小布什正愁没机会公报私仇，你萨达姆居然主动把头伸到枪口下，不打死你都对不起这一番盛情啊！至于出兵的借口，一瓶洗衣粉够不够？有了上次的教训后，萨达姆这次学乖了，压根就没有想过跟美国人硬拼。美英联军还没打到巴格达，拱卫首都的40万大军就被他自动解散了，800多架飞机更是直接埋到沙漠里，而他自己则跑回老家。萨达姆这算盘其实打得挺响亮的，你美国能打又怎么样？我就是不跟你正面交战，我要把伊拉克变成第2个越南，让你的信息化部队无用武之地。早晚有一天你会被我熬走，到时候那40万大军800架飞机就是老子东山再起的资本。这个思路是对的，唯一有问题的地方就是你得活到那天。萨达姆跑到家乡目的就是要增加自己的存活率，毕竟那是自己的大本营啊。可他还是小看了美国的决心，你家乡又不是阿富汗，人家美国要真想搞你总能做到的。最终一代枭雄就此陨灭。